今天我真正成為一個印度人了。在我的心目中，再也沒有印度教徒、穆斯林或基督徒之間的對立了。今天，這片土地上的每一種食物都是我的食物。印度詩人泰戈爾所寫的《歌拉》寫的正是這樣一場自我認同的崩塌與重組。歌拉一生相信自己是正統印度教徒，是高種姓的繼承者，也是印度民族精神的守護者。他用宗教定義自己，用種姓區分世界，用傳統抵抗殖民時代的動盪。可是，當身世真相被揭開，他才發現自己原來並不屬於他誓死捍衛的那個身份。當血統、宗教、階級與信仰盡數瓦解後，歌拉才第一次真正看清了印度，也第一次真正看清了自己。現在就讓我们走進歌拉的故事吧。19世紀末的印度，英國殖民政府統治着孟加拉，加爾各答是大英帝國在東方的重要據點。街上有馬車、辦公樓、高等法院，受英式教育的青年，也有傳統印度教家庭，泛社改革者、婆羅門的飲食戒律和種姓界限。新舊時代在同一座城市裡並排前行，一邊是英國官署的鐘聲、英文信封、報紙文章和大學考試，另一邊是古聖飯典、家庭禮法、婦女生規、宗教捷徑與社會民生。雨季的一個早晨，畢諾葉普山站在加爾各答家中2樓陽台上。他剛從大學畢業，受過良好教育，寫過文章，也參加過青年集會，卻還沒有正式開始自己的生活。街上行人來往，對面店鋪前有雲遊僧侶唱着一首無名的歌。就在這時，一輛大馬車突然撞上一輛出租小馬車，肇事的人揚長而去，馬車中的老先生和年輕姑娘受了驚嚇。畢諾葉急忙下樓，把他們扶進自己家中，請來醫生，又替他們另雇了馬車。老先生名叫帕瑞什·昌德拉·帕塔查里亞，住在附近78號。他的女兒蘇查利達沉着而堅定，沒有一般深閨女子的羞怯。他替父親擦水、扇扇，並堅持要把醫藥費送還給畢諾葉。這次短暫相遇，使畢諾葉心中起了從未有過的震動。後來，一個7、8歲男孩把錢送來，畢諾葉才知道他是薩迪什，是蘇查利達的弟弟。薩迪什告訴他，帕瑞什先生不是他們的生父，而是把他們撫養成人的好心人。蘇查利達原名拉達納尼，後來被改成比較不帶正統印度教色彩的名字。畢諾葉有一位從小一起讀書長大的好友歌拉，原名戈爾莫罕。兩人都是受英式教育的孟加拉青年，他們是多年同窗的摯友，一起讀書，也一起參與印度愛國者協會。歌拉是協會主席，畢諾葉是秘書。歌拉身材高大，聲音洪亮，意志堅定，走到哪裡都像一面捍衛信仰的旗幟。他相信，印度若要在英國統治下重新站起來，就必須守住印度自己的宗教與社會根基。在他心中，正統印度教、婆羅門身份、種姓秩序與印度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共同體。有一天，畢諾葉告訴歌拉自己遇見帕瑞什一家後，歌拉立刻警覺起來。因為帕瑞什一家屬於泛社背景，這在孟加拉是人盡皆知的事，而泛社反對種姓制度、偶像崇拜和舊式風俗，被正統印度教徒視為危險的改革力量。歌拉認為，這些人表面上追求進步，實際上是在拆毀印度社會的根基。他警告畢諾葉不要靠近那個家庭，尤其不要因為一位受過教育、可以和男人說話的女子，就忘了自己是婆羅門的子孫。歌拉家中也有另一種宗教衝突。歌拉的父親克里什纳達雅爾晚年信奉正統印度教，嚴守飲食規矩，不是自己親手料理的食物不吃。歌拉更嚴格，他不准畢諾葉在母親安南達摩伊房裡吃東西，因為母親身邊有一位基督徒女僕拉契米。拉契米從前照顧過歌拉，甚至在他出天花時救過他的命。但歌拉仍認為基督徒女僕的存在破壞了印度教對捷徑設下的底線，但安南達摩伊不接受這種說法。他疼愛拉契米，也疼愛畢諾葉，更疼愛歌拉。他不願用宗教和種姓來衡量一個人，但他也不願與兒子正面衝突，只是默默地用溫柔來承受他的執拗。畢諾葉本人並沒有像歌拉那樣強烈以印度教為尊，他在歌拉與安南達摩伊之間看見兩種完全不同的宗教生活。歌拉說的是責任、秩序、
古聖飯典和印度教社會，安南達摩伊給他的卻是像母親一樣的接納與寬容。畢諾葉從小失去父母，也一直把安南達摩伊當成母親。當哥拉阻止他在他房裡吃飯時，他感到難過，卻又不願意站在哥拉的對立面。不久之後，畢諾葉終於走進帕瑞斯家，那裡的氣氛與哥拉家完全不同。帕瑞斯先生溫和、安靜、誠實，不用宗派壓迫人。與加爾各答傳統家庭中的深閨婦女不同的是，他的家中女兒們能讀書、談話、表達意見。蘇查利達理性而沉穩，羅利達聰明而直率，薩迪什天真活潑。畢諾葉原本被蘇查利達吸引，後來卻越來越被羅利達的明快性格打動。羅利達不喜歡畢諾葉總是依附哥拉，更不願看他在友情、宗教立場以及與自己的感情之間無所適從的困窘。由於畢諾葉的關係，哥拉後來也來到帕瑞什家。因為帕瑞什先生的泛舍信仰，所以他原本預期會有辯論爭執與防衛信仰的場面，但帕瑞什先生是那樣的寬厚，蘇查利達總是理性的和緩表達，反而讓哥拉在他們面前感到自己也莫那麼堅定了。蘇查利達不像他想象中那種只接受安排的女子，他能聽他談印度、談民族、談宗教，也能向他提出疑問。她既不是正統印度教家庭中的深閨女子，也不是哥拉口中輕易背叛傳統的人。她的存在讓哥拉不安，因為她屬於他排斥的泛舍世界，但他又無法輕易否定這名女子的智慧。還有一位隸屬於泛舍的青年哈蘭，他常在帕瑞什家中走動。哈蘭自認為思想進步，總愛用泛舍的標準衡量別人。他與蘇查利達之間的關係既微妙又尷尬，在旁人看來，他們倆人未來應該是一對佳偶，但蘇查利達並不真正愛着哈蘭。泛舍這個信仰雖然反對舊禮法，卻也有着團體的名聲、規矩與壓力要顧。雖然帕瑞什先生對人事物始終寬容，但蘇查利達面對養父帕瑞什先生、哈蘭的求愛、社群的眼光與誠實面對自己的內心之間，逐漸感到被束縛的無奈。同時，畢諾葉與羅利達的感情也逐漸升溫。羅利達看見畢諾葉的善良，也看見他的軟弱。他不願畢諾葉為了取悅哥拉而壓抑自己，但也不願他為了娶她而形式上加入泛舍。畢諾葉一度以為只要加入泛舍就能清除婚姻障礙，但帕瑞什先生不願逼迫他。安南達摩伊也提醒他不要為了感情而假裝改變信仰。羅利達要的不是一個被泛舍接受的人，而是一個能誠實遵循自己選擇的人。後來哥拉離開加爾各答，到鄉間接觸普通百姓，他看見英國統治下的印度並不只是他在演說中想象的中原祖國，更多的是貧窮、恐懼、官方壓迫和社會不公。為了維護被壓迫的同胞，他與殖民權力和地方勢力發生衝突，並因此被捕入獄。哥拉入獄一事傳回加爾各答，讓畢諾葉與帕瑞什一家憂心不已。而羅利達與畢諾葉的愛情最終也遭到社會的非議，傳統印度教與泛舍之間的對立，讓兩人的關係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窘境。哥拉出獄後回到加爾各答，與蘇查利達的關係更加複雜。他仍努力守住自己正統印度教徒的立場，也仍已拋棄他心中對印度民族形象的想象。但他越接近信仰泛舍的蘇查利達，就對自己一直以來堅持的印度教感到心虛。蘇查利達代表泛舍，女性理性、信仰自由，也代表哥拉一直拒絕承認的那種印度。哥拉想壓抑自己的情感，卻無法否認它已經進入他的心。蘇查利達也同樣在矛盾中掙扎。他敬愛帕瑞什先生，珍惜自己的良心與自由，不願任由哈蘭或泛舍來安排他的人生。哥拉信仰正統印度教的熱烈與宏大信念讓蘇查利達感動，但也害怕他狹隘而激烈的宗教立場。他徘徊在帕瑞什家的廳堂、泛舍的禮拜、加爾各答的留言和自己安靜的房間裡，一次又一次地懷疑自己的本心究竟該是什麼樣子。後來，畢諾葉與羅利達的婚事引發泛舍內部反對，有人要求畢諾葉必須加入泛舍，有人擔心婚禮破壞泛舍規矩。帕瑞什先生最後選擇主持婚禮，即使因此被自己的教團排斥，
他也不願把2個年輕人的真心交給宗派規矩審判。畢諾葉終於不再只是哥拉的追隨者，也不再彷徨於梵舍或印度教之間。他選擇羅利達，也選擇為自己的決定負責。就在眾人的情感和宗教衝突逐漸走向高潮時，哥拉的父親克里什纳達雅爾突然病重，母親安南達摩伊決定告知哥拉關於他身世的真相。哥拉一直相信自己是正統印度教家庭的兒子，是婆羅門，是印度教社會最純正的繼承者。至此，他才知道自己並不是他們親生的孩子。他是在印度士兵大起義後被留下的嬰兒，親生父母是愛爾蘭人。安南達摩伊在動亂中收養他，將他撫養成人。這個真相把哥拉的一切都打碎了。他原來不是婆羅門，不是印度教徒，甚至不是印度血統的兒子。他曾以种姓判斷別人，現在自己卻失去了種姓。他曾以宗教潔癖來藐視別人，而真正的他就是一直被他所排除在外的那種人。他曾相信唯有正統印度教能代表印度，他的信仰已將他排除在正統之外。他不是他了，那他到底是誰呢？哥拉帶着破碎的心奔向帕瑞什先生。當他說出自己已經沒有種姓，沒有宗教位置，沒有過去自以為擁有的一切時，內心忽然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。從前他每一步都害怕不純，害怕被電魚，害怕印度失去邊界。現在所有他築起來保護信仰的圍欄全垮了。他不再能把印度關在正統印度教裡，也不再能把人分成自己人和外人。整個印度，連同他的印度教徒、梵舍信徒、基督徒、低種姓者、婦女、窮人和被殖民的人，第一次沒有任何屏障地在他面前展開。最後，哥拉回到安南達摩伊身邊。這位母親不在乎哥拉的出身，她從未因血統、宗教和種姓而停止愛他。哥拉此時才明白，自己一生追尋的歸屬不在婆羅門血統裡，不在教規裡，也不在排除外人的民族口號裡，而在這個把異國孤兒抱進懷中，對基督徒女僕寬容以待，用愛抹去所有界限的人身上。加爾各答的雨季，英國統治下的街道，梵舍的禮拜，正統印度教的飯桌，青年人的愛情與爭論，都走到了這一刻。哥拉失去了原本的名字所代表的一切，卻第一次真正走進了更廣闊的印度。我是誰？重要嗎？也許重要的是，我不需要是誰。泰戈爾在《哥拉》中真正要呈現的，正是這種以血統、宗教與階級包裝起來的傲慢。當哥拉發現自己並不屬於他誓死捍衛的高種姓身份，他才明白，一個人的價值不能來自出生，一個國家的靈魂也不能建立在排除他人的制度上。泰戈爾的《哥拉》寫印度教、梵舍與基督教之間的宗教衝突，更透過哥拉的身世來彰顯這種衝突的無價值。哥拉一生捍衛正統印度教，堅持種姓、血統、宗教捷徑與民族傳統，最後卻發現自己根本不是他所想象中的高種姓印度教徒。他不是婆羅门之子，不是印度教血統的繼承者，而是印度士兵大起義時被留下的愛爾蘭人之子，由安南達摩伊收養長大。這一發現使他原本用來定義自己的所有根基在瞬間全部瓦解。哥拉的轉變來自於身份的破碎，因為他過去相信的一切都建立在我是誰這個前提上。他相信自己是正統印度教徒，所以他有資格維護印度教。他相信自己是婆羅門血統，所以他有資格要求別人遵守種姓秩序。他相信自己是印度民族的一份子，所以他有資格宣稱什麼才是真正的印度。換句話說，哥拉的信仰不是單純的宗教信仰，而是一整套由血統、種姓、宗教與民族組成的身份象牙塔。哥拉反對梵舍，因為梵舍反对種姓制度、偶像崇拜和許多印度教舊習俗。在哥拉眼中，這不是單純的宗教改革，而是對印度社會根基的背叛。他害怕印度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失去自己，所以更急切地抓住正統印度教。他把宗教當作民族的防線，把種姓當作社會的秩序，把傳統當作抵抗外來力量的武器。於是他愈愛印度，愈是把印度縮小成正統印度教，愈是想守護民族，愈是排斥那些不符合他標準的人。畢諾葉的存在
正好襯托出哥拉的強硬。畢諾葉也是受過英式教育的孟加拉青年，但他性格溫和，感情細膩，容易被人情打動。當他偶然結識帕瑞什一家，進入泛社背景的家庭生活後，他開始看見另一種印度，那裡有受教育的女性，有能自由交談的家庭氣氛，也有不以傳統身份壓迫人的信仰方式。畢諾葉在友情與愛情之間搖擺，表面上是他的軟弱，實際上也是他逐漸脫離哥拉思想控制的過程。羅麗達推動了畢諾葉的覺醒，她不是被動等待選擇的女子，而是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人。畢諾葉一度想借着加入泛社來消除婚姻障礙，但安南達摩伊看出他不是出於真正信仰，而是想用形式解決內心衝突。羅麗達也不需要一個為了與他結婚而改變信仰的人，他要的是畢諾葉有勇氣承擔自己的選擇，與宗教無關。這條感情線其實和哥拉的主線相互呼應，真正的成長不是依附某個教派或某個權威，而是誠實面對自己的心。蘇查利達則是哥拉思想上最重要的对手與鏡子。她是帕瑞什先生的养女，受泛社精神影響，但她不是盲從的信徒。她理性，有判斷力，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。哥拉原本習慣把女性放在母親、主婦、家庭守護者的位置上，但蘇查利達讓她看見，女性也可以思考宗教、民族與自由。她屬於哥拉所排斥的世界，卻又深深吸引着哥拉。這不只是愛情，更是他的信念第一次被自己敵視的價值撼動。帕瑞什先生則提供了另一種宗教姿態，他不是用泛社壓迫別人的改革者，而是以寬容守護每個人的自由。他不急着把人拉進自己的教團，也不願為了維護泛社的名聲而犧牲人的真心。當泛社內部對畢諾葉和羅麗達的婚事施加壓力時，帕瑞什先生寧可承受被教團排斥，也不願讓宗教變成審判工具。這使得他和哥拉形成鮮明對照，哥拉用宗教建立邊界，帕瑞什則用信仰為人開路。而安南達摩伊是整部小說最深的精神核心，他不高談教義，卻以生活實踐超越種姓。哥拉反對基督徒女僕拉契米留在母親身邊，甚至因此不准畢諾葉在母親房裡吃飯。但安南達摩伊記得拉契米的恩情，也不願因為對方是基督徒就否定他。他的母愛不問血統，不問宗教，不問種姓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明知道哥拉不是自己親生，仍把他完全當作自己的孩子。哥拉用一生捍衛種姓與血統，最後卻發現自己最深的歸屬正是來自一個超越血統與種姓的母親。因此，當哥拉得知生身父母是愛爾蘭人時，他的宗教優越感瞬間瓦解。他曾經引以為傲的婆羅門身份沒有了，他曾經害怕印度被外人玷污，現在卻發現自己就是那個外人。他曾經以印度教徒自居，現在發現自己可能連進入印度廟宇和印度教研習的資格都沒有。作者泰戈爾讓哥拉親身經歷自己曾經加諸於他人的排斥，唯有如此，哥拉才能真正明白制度的殘酷。但泰戈爾並沒有讓哥拉活在崩潰之中，相反的，這個崩潰解放了他。當他不再是婆羅門，不再能用種姓保護自己，也不再能用正統印度教證明自己，他反而第一次獲得自由。過去他為了保持潔淨，必須處處防範；為了維護信仰，必須排外；為了愛印度，必須把印度固定在一個狹窄形象裡。當身份崩塌後，他終於不必再守着那座象牙塔。他開始看見一個更廣袤的印度，不只是高種姓印度教徒的印度，也是泛社信徒、基督徒、低種姓者、女性、窮人與所有人的印度。泰戈爾透過哥拉的身世，破除一切以身份之名建立起來的傲慢。血統不能保證信仰，宗教不能取代人性，民族也不能靠排除他人而完整。哥拉失去原來的身份，不是失去一切，而是第一次從狹隘的自我中走出來。他過去以為自己在守護印度，最後才明白，真正的印度不能被關在某個教派、某個種姓、某種血統裡。最後，哥拉回到安南達摩伊身邊，這位母親早已用她的一生回答了哥拉後來才懂的問題：人不是因為血統才值得被愛，不是因為種姓才值得被接納，也不是因為屬於某個宗教才有尊嚴。
哥拉的信仰崩解之後，並沒有走向虛無，而是在母親的愛與帕瑞什先生的寬容中重建。這個重建後的哥拉，不再只是印度教的捍衛者，而是開始成為真正能擁抱印度的人。因此，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哥拉的核心，可以說，這是一個人失去宗教身份、種姓身份與民族自信之後，才真正理解信仰、民族與人的故事。哥拉最大的挫敗是他發現自己不是他以為的那個人，哥拉最大的幸運也是他終於不必再做那個人。